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日、周一中午12点尊享《我家那小子2026》正片双更 ，SVIP 额外抢先24小时看下集，更有加更版、小子的生活日记等更多精彩衍生。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、Mango TV 同步收看。什么偶像男团？哇，让我看看。偶像团体，我们北京表哥来了。宋老师，你最棒。不是你最棒，他是你最棒。各位安静一下，我们开始幽默了。这个是那个广西的那个厂的，但他没写广西哈。这是什么？开始整活。马上我要发一首新歌。世界杯其实可以找买版这版本。我们会有这种职业人有那个到20个群的这种情况吗？也不会吧？有。报答你们今天。报答我们。错了。不要再搞笑了，让我们严肃冷静一下。哎，杨迪，见了偶像了。石老姐，你不知道他那个吗？发现什么了？他中途，我疯了，我真疯了，耿耿于怀。迪哥翻不过去了这个事儿。发现有些人营销号刷到我下面的评论，我知道这个男的。啊？哎呦，开始有点喘了哈。喂，这个体力看起来行不行？我有狠活。眼睛都震惊。是啥？啥东西？不会是一些爱吧？杨迪老师，你等等我，我有点累了，可以拉我一下吗？啊，不是，我怎么感觉我脸红了？这热闹了，这。欢迎我们的杨世泽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像好面熟啊。你可不是面熟，你去年观察了他们。哎，你今天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忘了我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儿了？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儿了？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儿了？好执着，陈。妈妈，你预说的。我是佳佳。真的，1年时间长大了好多哦。先让你当一下爸爸的感觉，1拖3。任务太艰巨了。毛毛一定要听我话，不可以跑。毛毛，哎，崴脚了，两边都崴着了，现在看起来是还是心里有压力的，担心的，焦虑。对，瘦了10几斤呢，瞎瘦的。妈妈的这个病告诉我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就是检查出来有一段时间了。进手术室的时候啊，那个电梯又是个冷白光，就是阴阳两隔的感觉，这一切都是没有定数的，我觉得。他们就在电梯里守了12个小时。当儿手术，我的建议啊，你的孩子还是给他带，弄好他还带出个舞蹈生。爸爸为什么要带出他是舞蹈生，或者是外交官，或者是？那他小他就该小的时候要干的事儿啊。他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他不是舞蹈生，那他为什么要往舞蹈生跑呢？他在为小时候的自己说话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我家那小子2026，又和各位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有老朋友的回归，非常熟悉的面孔，熟悉的味道。首先，先欢迎我们的杨世泽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像好面熟啊。你可不是面熟，你去年观察了他们。好面熟，很面熟，白去了啊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已经想起来了。那天骑自行车的造型不是这么个造型。对。是世泽之前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小子当中作为朋友出现过，今天来到观察室。然后那位朋友呢，今天你就要在这个再观察他一起，好好观察一下他。欢迎世泽来到我们观察室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请观察团和各位家长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脱口秀演员小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佳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松蔚，心理咨询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承恩的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蒋东豪的妈妈。已经是一个固定的亮相仪式。大家好，我是夏之欢的妈妈。哎呦，卷起来了这个语气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汉哲的姨妈。再次欢迎各位。那我们在微博呢也发起了打开我家那小子的生活指南信箱投稿活动，大家可以去微博搜索我家那小子节目主话题，点击进入投稿活动专区发博投稿，将会有机会获得节目嘉宾专属翻牌互动。我们先一起在这里先祝大家新的一年开工大吉。那么首先还问一下世泽，作为承恩的好朋友来到这里，上一次我们是观察你们在横店骑行了15公里，骑行给你的感受是如何呢？特别好，正能量，然后带给我很多的感触嘛。现在你们表情没有这么正能量，我说实在的啊。
我现在大腿要炸了啊！他已经走不动了，你看他已经走不动了，我的天！其实我那天是也是节目效果嘛，因为我本身还是体力还是很好的。对对对。这里可以笑吗？可以，这可以笑也可以，就别忍着了。骑完之后还和成恩联系吗？联系的更勤了。是，而且当时大家在节目播出之后，很多人都会看到那一段。一是呢，觉得当时你们骑行的那个状态非常好笑；第二就是说那个词儿就是非常的人机，属于人机赛道。我们去年节目播出到今年之后，你有没有感觉他话变多一些？因为我们上一期在说这件事情，有的也有感受到，可能也是我的那些熏陶到了。啊，你把他给熏陶到了，对，把他给带动起来了。你已经蛮了解他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对，因为我也很细腻的一个人。对，这种话一般是我说，世泽其实也是一个很细腻的人，然后也是我家那小子的老朋友了。但是你自己生活里会是什么样子？我是一个很安静的人。真服了！哎呀呵，我的安全扣还在呢。你觉得你这样对哥哥对吗？完了，不化妆了。哎，我想踢死你。担心的是激柳哥第2天的打戏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中间应该设一个弃权的那种楼梯。可以笑哈。我也没笑。比如说，我们摄像机去拍摄你的24小时的生活，你觉得会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？可能会有点忧郁吧。我问一下，就是平时生活当中，比如说镜头拍你，是做了什么事情能让我们感受到忧郁？我经常会看天啊，看看窗外的景色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I 人嘛，我需要那些风景来给我充沛一下能量。就是你属于也会享受一下独处时光的人。对对对，是的。没事，那一会儿我们先看片吧，不着急看天。哎，我也想问一下阿姨们，上次录完回去有跟小子们有交流一下录节目的感受吗？有，我好，阿姨您说。我的戏份比他多。好的，光之母您说。光之母。我说我看了片子嘞，我感觉妈妈的戏份比你多哎，没有办法，我抢镜了。上一次一录完，然后光光就发了微信，我说我们都在劝你妈妈起号，要开一个自媒体账号了，因为太受欢迎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启接下来对于这次小子继续的观察，看看他们的生活当中还会有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。那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咱们的第一位小子是谁。来，哪里？北京吧，一看就是。我家这还在家里呢。他们就是都写的是光之母、光之父、光之爷、光之奶、光之大家族。哎呀，我还那么优雅，还编个发嘞。修狗。哎呦，要干什么？他跑出去了。完了，又要去拉。去叫起床了，应该是。哎，星星，星星，星星，谁让你乱跑的？等一下，不要太疯，会让你出去玩。那我2条腿的能跑过你4条腿的？你后面还带个导航线，奶奶能跑过你吗？奶奶，你跑丢了出去了，我跟你讲，哎。就不像在这里嘞，那么受宠嘞，把你打死了！我跟你讲，你能听得懂吧？我说人话，你可听懂？你吓唬小孩儿。哎，听懂了。给回应。好乖呀，小狗可聪明了。来，快点看爸爸醒了没有？明显是没醒。儿子，起来啦！我自己会，妈妈自己会起的。自己会起的？对对。行，我们先下去吧。你呢？爸爸懒得要命。
还不起床，没有星星起得早，对吧？这段真的太过年了，那个噩梦就是妈妈的敲门声，还有那种妈妈剁肉的声音，就收拾碗筷、打扫卫生，虽然没有叫醒你，一切都在叫醒你。整个世界开始运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闭着眼刷牙，这个共鸣到了。哇，早起下颌线棱角这么分明，好羡慕。一个优秀艺人的自我管理。哇，我这个变装也太快了吧！这个。哎呦，小朋友来了。哎呦，哎，这是上次那个外甥吗？对，是的，是的。二哥哥，刚刚哥哥。很好。哎，这是大的是我弟弟家的，小一点的是我妹妹家的。你今天带妹妹出去的时候，还有外甥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可以吧？好，一个人独立啊。哎，先让你当一下爸爸的感觉，1拖3，牛。因为之前每一次回来其实都是分开，我带着毛毛出去玩，或者是我带着2个妹妹出去玩，然后正好这附近呢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农庄啊，所以想带他们一块去尝试一下，带3个孩子一块出去玩。跟哥哥、跟舅舅去玩吗？啊，走吧，慢一点啊。抱起这个。带他们走了啊。啊，好，拜拜啊，拜拜。来，你们先站好啊。那这。哇哦，这就的车好帅哟！哎，好会小嘴巴好甜哦。有个人坐后面来，有个人坐后面来，有个人坐后面。哎，毛毛，在后面坐好了啊，坐好了，然后把那个安全带都系上啊。来，那个依依，给你们点的蛋糕，你们在车上慢慢吃啊，很贴心。哦，给我们谢谢，对，谢谢舅舅。没事。你这么爱我们吗？你这么爱我们吗？他好会说耶！我当然爱你们了。小孩可擅长装可爱了。我的蛋糕是这样子的，我看看，三角形的，这是我的吧？光光哥哥，我没有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要什么？蛋糕。不，你们3个人一块吃2个，因为有太多了，否则对身体也不好。毛毛，把蛋糕拿过来。哇，好那个。好，陈小春。对 ，Jasper。 Sit down, please. No, sit down, please. 在哪？你在哪呢？你们是3个人共享蛋糕啊，不能一人吃1块啊，否则太甜了，你蛀牙。心很细。这方形小一点，我跟你说，圆形也小，巧克力豆好小好小，人大，巧克力豆小。还是它心情呀，方形的棒棒糖，三角形的棒棒糖，西瓜形的棒棒糖。你爸妈2个爱人，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小遗孩？这个音乐好好听哦，辣的我爱吃，巨辣的我都辣飞了，我都放辣屁了，辣屁！果然开始一些小男孩的乐趣。妈妈啥都飞。小孩好像只要待在一起就有的玩，不知道玩什么，但就是很开心。对。我的感觉就是吵。你的感觉很正确。我都快飞出去了，快滑呀！看上去很不安全。安全带系好，谁让你把安全带松掉的？那么飞的。啊，我这里都好乱。那你这么吃，你肯定乱啊！快把安全带系好，快！安全带系好了吗？没有系好。就是
这个老是弄不掉这个口。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我开车的时候不准把安全带解开，听见没？没好像也不是很对劲吧？这是怎么系的？系好了是系好了玩，听见没啊？他也在系安全带。脑袋怎么在？把头给绕过来。哎，毛毛，你坐在后面是想吐吗？还是怎么了？睡着了，不是，他应该有点晕车。想睡觉。想睡觉，那你就眯一会儿，到了叫你好不好？吃饱了放翻云。世界安静了一会儿。我觉得当大家都在睡觉，有一个人在安静的开车的时候，太有魅力了。哎。好会模仿。这么商务啊，这个。哎，来了，下车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辛苦了。嗨，小朋友，你们好。叔叔你好。慢慢的，慢慢的。你冷不冷？冷不冷？那你就先放车上，等会儿再给你们拿。你冷不冷？你不冷的话，我们把都放车上。细心。来，慢慢的。哎呦，这个父亲张力拉满。对。哎呀，任务太艰巨了，一下子带3个小孩。走了。好，行。我是今天专门带你们玩的石头。石头，哎。我们农场有很多好玩的东西。我最喜欢来这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打这回是怎么玩的？就是字幕实在分辨不出来了。就是你来，我要找找。毛毛，不准离开我5米远，听见没？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，毕竟是小朋友，很多时候遇到突发事情，他的身体机能也好，脑子灵活程度也好，他跟不上，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他们，就是不可以离我太远。主要可能也是在农场吧，怕什么有河呀，然后有这土坡啥的。来，过桥了。我这样子。毛，注意安全啊！哇，这还太好玩了吧！这还能狒狒。之前不是有那个小孩那个防走失绳那个？那一个拴一个，他3个拴在一起，那个脚麻花似的。对，全搅到一块了。哎，毛，注意安全。中间这个绿色的草都变成了黄色了。黄色。对。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。好安全。过来。今天出来玩可能会有很多危险的东西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不能乱跑，听见没？啊，然后我说话要听，叫你们名字要回答我，好不好？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好，走。这就是项目越多，心理压力越大。是，一下子带仨孩子受伤。你们看，把它放进去，使劲踩，然后用力，然后把它翻过来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碧琪啊，马蹄。咱们的任务就是把篮子填满。有这个，好。毛，好好听讲。毛，先别挖，好好听讲。哪个是马蹄呀？哪个是马蹄呀？把马蹄挖出来，放到篮子里，听到了吗？我们知道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哈。没想到吧？哇！来让一让，来让一让。找一找哪个是马蹄？马蹄，马蹄。找一找。哪里有马蹄？好，这边没有了，我再来挖一次来。来找一找有没有？我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这边没有了，我再来挖一次来。这个地方就是这么骗人来给他们干活的吧？这又省了1天人工费。哎，对。
我跟你说，真正挖这个是不轻的，因为它地是干的。对，我刚想说，很出力，就是你踩进去这事儿就很费劲儿。对对对，来找这个新的这个地方来。哈哈，吃了我一刀！哈，毛毛过来，毛毛过来，过来，毛毛，毛毛过来，来，毛毛，毛毛，这个东西是毛毛，我在跟你说话。这个东西是尖的，不要在这边一直倒来倒去，好不好？容易伤害到人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不管用，说800遍也不明白。小孩很有钝感力，什么都不往心里去。头发上都有泥巴。毛毛，这是我第3遍跟你说了啊，听到了吗？过来。我们是要找什么？找马蹄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挖泥巴。你谁让你挖泥巴了？你要是不想挖，你就在旁边，你就在这看着，好吗？你别在那玩那个很危险，听到没？听到。他想挖，但是只想挖泥巴。对。有吗？我来转圈圈。哪个有？哎，你真棒，宝贝儿。那我都没有啊。你没有，你在这边瞎玩，怎么会有呢？只有毛毛受伤的世界。过来自己找。还有吗？太难搞了吧？有一个。来，拿一个吧。 1、2、3， 3个了。太累了。这个马蹄真的挖了很久，就挖到了几个，宝贝们有点失望。我就想带他们去玩一个有成就感的活动。成就感的确是我们大人们会追求的某种。是，小孩只在意那个过程。走，我们去抓鸡。哎呀，别走这么快。 哎，毛毛，注意安全。中间这个绿色的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没事吧？是不是说了要小心一点？是不是啊？没事啊。膝盖痛不痛？痛吗？别动它，别动它，别动它。这是不好意思了，有点。啊，现在很温柔。他真受伤了，他很温柔。对啊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没事，真没事。我要手上涂一点。那两个回避太逗了。是不是说了不要乱跑？乱跑的代价是不是这个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啊。啊，没事啊。不疼。碘伏不疼啊。好啊，没事啊。不要再跑了啊，走路慢慢的走啊，走来。别乱跑啊！过来，跟着我来。你们可以不用赌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听见没？这种东西一滑就滑破了啊，听见没？毛毛一定要听我话，不可以跑。如果放走就让它走，不要去跑，不要追，听见没？啊，千万不能再摔了，好吗？抓不到就不抓啊，没关系的。遇到这种石头，我很害怕。天呐，带娃太不容易了。这个还是对，而且主要是我还带的是亲戚的小孩。对啊，我肯定怕他受伤。不等我们了。我把鸡赶过来，因为你们这么跨不安全，好不好？我把鸡赶过来。好，你们在这边3个人抱成一团，不要过，不能摔跤，确实不安全。抓鸡的光，激光。你去那边看。哎呦，又绊倒了，千万不能再摔了，好吗？崴脚了。哎。又崴了一下，这农村地又不平嘛。
走。哥哥，你刚才没事吧？没事，宝贝儿。好懂事哦。我们还是不抓鸡了吧？哎，哟，不完事儿。懂事。哎，你摔了？他摔了一跤了吗？你哪摔了？怎么摔了？不是跟你说别跑吗？摔哪儿了？身上有事吗？没有。你头发都是毛。没事。他只是扭着筋了，就还好，只不过当下自己不好受而已。那比起我自己的不好受，更希望他们3个小朋友在当下能开心，不希望他们扫兴。那你们还想玩什么不？彩虹滑梯。走吧。其实他们只要出来就开心，小孩也真的不在意干啥了。对，注意安全啊！哎呀，还挺严重的。多疼啊！光速受到一些影响。毛毛，走走。有个大沙呢！哎呀！你俩过来！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？和舅舅一起。那为什么要自己跑过来？我们在这玩。要去哪跟我说一声，听见没？去吧。我要带亲小孩出去玩的话，我也得在。它主要是这个给难度一下上太大了。慢慢的啊，慢慢的。你看在后面，小心点啊！我想要进去试试。去，你没事。我的妈！这个背影真的很幸福，完全共情他。舅舅蹒跚着朝我走来，飞出去，嘿啊！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毛毛，你在哪儿呢？爬山，这个山也太……你怎么能玩一天还能这么活泼啊？快滑呀！光光哥哥跟你说，这上面的神秘小屋还挺神秘呢。要不要你上去看看？我上不去，不上了，我走不了。躺在这里躺一会儿。对，那边也有。这个不能当滑滑梯，这不可以，我会吓着的。我也会吓着。吓他们一下跳。快点走，快点走！一点都不会累。你说谁想回家？我不想，不要。只有光舅舅想回。辛苦了一天啊，光光，太操心了，我们看的都紧张的。今天就刚刚苏老师也说了，一下给上的难度是一下带仨孩子，上太大了。之前的时候，光光在家里面，比如说他有没有像这样带过小孩？带，也带过。对，只是像这种在外围这么大场合的是第一次。所以带孩子这件事情还是有经验的。小孩子都是他从小看长大的，但是这种带孩子，我觉得尝试挺好的，提前尝试啊，1带3。假如他以后一不小心搞3个，对不对？太不小心，光光自己知道吗？这3个，最起码要2个大人招呼。我一个人也带他们仨，但是好歹有一点就是他们都还行，只要你一嗓子喊下去，他都比较听话。看谁的那一嗓子吧，这个。我就问你怕不怕？其实光光看起来是挺严厉的，
其实我们从这个过程能看出来，你们觉得，比如说像带3个孩子出去这么严格是有必要的吗？有，要紧张一点。他们到处乱跑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抓这个像抓鸡的抓不到，确实是没抓到。你抓了这个跑了，抓了那个跑了。我们家一个糖果我都难得抓住了。但我自己刚刚看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如果爸爸们都能这样，可太好了。往往经常我们看到的家庭模式里面，可能是妈妈是那个更紧张的，爸爸就松弛了起来。所以我们希望鼓励爸爸们都这样严格一点，这样妈妈就可以在旁边那个摇椅上松弛一下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说得好。说出了心声。那李老师在家庭里是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强调规则的，但是我自己养孩子呢，我有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哈，就是特别是小孩，你用惩罚的方式去维持规则，其实是很难。光那样去说，他也大概可能管用5秒吧，5秒之后，其实那孩子就忘了。我们一般会更强调的是用奖励的方式，比如说哈，就可以收集什么小贴纸，然后收集到多少张，他就可以换礼物，成本3元，我脑门一贴，好开心，定住。行，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看大家接下来之后会怎么样。7点了，玩了一整天。到家了，走。哎，回来啦！回来了，帅哥你好。帅哥你好。Hello。光之小姨，光之舅舅。你脚怎么了？脚扭伤了，所以受伤最重的是光。对啊，脚怎么搞的？怎么弄的？3个孩子没有把舅舅保护好。 3个孩子保护舅舅保护不到位啊！你到那边走。这哪回啊？这地方嘛，明显都肿瘤了。你把它揉一揉。别，往里头上，往里搞。要揉一揉，搓一搓。有点肿哎，我得搞点冰块吧。没事，光真挺白的。慢点要喷。你这次回来，你那个有手好坑，是要求必须要把这个身材控制成这样的。因为拍古装啊。他会胀是吗？就是很胖，会显胖吧？我这样子不行吗？我去演个衙门的不行吗？你这样可以演富商。演富商。你可以斗地主那个农民，斗地主。今天带一下午累吧？可凶他们了。毛毛和他凶了。多多啊！因为我说了好多遍，就是不能离开我。因为谁知道那边万一怎么摔到的呢？然后他俩跑去那个玩那个滑滑梯，爬到那个小山坡上面，然后就跑了。我就凶他俩了。哎，你小时候不也这样子吗？你小时候哪这样了？你小时候是乖，知道吧？但是你小时候也胆大，好吧？胆子大是遗传，乖是后天后天培育出来的，是后天教育。后天是因为被降龙十八掌驯服是吗？我妈就是那样，打了你就碰，碰了就不会自痛，发了狠了我就干他一顿。你妈那对我们爱的教育。我来学。呀，阿珍爱上了阿强。呀，小果。来，Hello。爸爸妈妈。该喊人了呀。哎呦，这个亮亮喊的这么的。没人喊我呀。他喊的姨父，他没喊娘娘。这怎样了？看一下球。没事，他就是扭着筋了，跟个落枕是一样的，所以在拉他。刚刚你儿子把你夸了一顿。从小就疼爱有加，疼爱有加。我说实话啊，我今天带着3个小朋友啊，比我养星星好养。他说比养星星好养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就是养，别说，真是养大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。对，其实还是蛮辛苦的。你只是今天一下午，一天，一个孩子你要养大是真的，他这个过程累积的东西太多了。我认为我其实能处理得很好，因为我所在这么多年经历的事情，要比这难得多。所以你们今天问我什么感受，都会觉得累不累？其实会是累，但我觉得还好，就是我能做这些事情。光这么说，这些年辛苦了。今天大妈可有什么时候打算结婚生子的打算？我以前。我那时候我20岁的时候，
20岁，我说我特别想要女孩，就是想要孩子。他现在距离20岁也没有很远。那为什么到现在不想了？首先第一点，我觉得我可能从小出来工作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有太多的时间给到外面，没有给到自己。那好不容易可能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享受生活的时候，我想自己先享受一段日子，再去要孩子。是。先让自己过得像自己想要的样子吧。第二点就是因为我还在摸索我自己的人生，我还在摸索我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虽然已经慢慢的靠拢了，但我觉得还没有到。等我自己摸索自己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的时候，当我觉得自己能够去给他健康的爱的时候，我再去做这个决定。鼓掌。太对了。我是真觉得，就是我不会给他有多少期望，我不会想他到底成为一个什么样，这是他以后自己的选择。这样好了，我以后可以做个漂亮的奶奶，我也放心我的孙子有个好父亲。你孙子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说我要生孙子呢，怎么直接就定我孙子了？你那时候要不走这条路，我现在很可能他爸又来了，我在家带孙子了。确实了，哇，这个过年的课，过完年大家一看这期节目，肯定很多人会很有感触。共情。不要总觉得有更好的选择，那我要是不走这条路，你以后就是清华北大。你要不走这条路，这句话是不是耳朵听众剪了？你要不走这条路，我觉得还是他要尊重，他首先爱自己，然后他尊重别人，其他的就比如说他想去干什么，他以后怎么样，我尽量会给他最好的。但是他如果不喜欢，那我就不会强求他，因为我就这么长过来的。小时候学过那么多东西，那我自己不感兴趣，我其实就是学不进去。但是在妈妈的眼里，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学不进去的，都感兴趣。那我怕被你打呀，怕被打。他说，我的童年是一个被争吵、被教育、被学习裹挟的童年。学过很多东西，什么奥数、国画、书法、英语、日语、拉丁、芭蕾、吉他、电子琴、围棋、象棋，什么课都让我去上过。哇！但不得不说啊，这确实是很好的教育条件了。他小时候一直都在学东西，对他没有出去，很少有出去玩的机会。但我也没机会出去玩，我都陪着他在。是。我的建议啊，你的孩子还是给他带，弄好他还带出个舞蹈生，对吧？我一定要强调一下，这个不是我的成功，这个是他自己足够努力。就是这个还是觉得，你看我还是刚刚说的，爸爸为什么要带出他是舞蹈生，或者是外交官，或者是？那他小他就该小的时候要干的事啊。他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他不是舞蹈生，那他为什么要往舞蹈生跑呢？他小的时候他就是他小的时候该做的事情。成功了，马上亲近暴击。什么叫成功啊，爸爸？什么叫成功啊？他在为小时候的自己说话。在发声。但确实你很难跟父母讲，因为就是你的存在就证明说他这条路是对的。他只要健康快乐之后，他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人。我们只是说尽我们的力量嘛。你的力有这个力从来没有。你看，你尽我们的力量让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他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？你倒尽了你所有的力量了。不重要，爸爸，不重要。以后我教孩子，他安全一定是第一位。对。第二位就是你最基本的礼貌和尊重需要。礼貌待人。第三点就是我要告诉你要爱自己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先爱自己。礼貌都排在了爱自己前面。但是中国的父母大多数都是像我一样，望子成龙。你们那个时候太闭塞了，哪会想到说怎么样作为一个父母，要如何作为一个父母，然后都要摸着石头过河嘛。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人就行了。对，如果他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人，走吧。你听姐姐说，毛毛回去上厕所，跟妈妈说：“你不要进来，不要帮我，我自己来。”是的，姐姐昨天晚上跟我手机聊了好半天，说弟弟讲的对，她说毛毛就是我带的太那个了，他要是弟弟没事的时候，哎呀，这要多带带多好呀。我一下子感觉到毛毛人长好大，好懂事了。我说慢慢来，不急，男孩子没事。
你走这儿走，走这儿，你还别拉着我，你自己上。想喝什么？喝点牛奶。有啊，我给你拿。吃水果吗？不吃了。衣服给妈妈。那我来把你的小狗放一下啊。妈妈，哎，再拿个卸妆巾给我。来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是这个吧？好像也是你给妈妈的。我看不见，我戴眼镜。那也不行，我必须戴眼镜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完蛋了，我拿错了。你读出来。免洗鞋面清洁精，擦鞋子。妈妈把它当成卸妆巾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擦鞋。今天出去冷吗？不冷，热，很热，非常热。很热，把手擦一擦，没事。没事，等会洗澡就好了。以后啊，是不是还想男孩女孩都要一个？对，我们就瞎说，我也没无所谓，一定要等到自己好好享受这个世界。是，我是觉得问这个没有意义，因为生孩子它不是任务，它是各方面的。我以后能组成家庭，那这个女生一定是我非常非常爱的，就是我的老婆一定是我非常非常爱的。明白。所以我的老婆会摆在孩子前面。我一定是爱这个女生比我自己的小孩要多的。我们共同愿不愿意去有一个小孩或者2个小孩，这一定是我们共同商讨，也决定想完成我们共同的人生。你自己生过孩子，你知道有多痛。只要你所爱，妈妈都爱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开心就好。结婚与否，生孩子与否，我们只是在这里聊天，最终取决都是在于你自己。是，就我自己就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对对，没有必要去强求嘛。对，我不强求，都是缘分。不强求就自己一个人也行。哎，对，哎，对了。围绕着孩子产生的一天。对，其实刚刚也聊到说，大家对这个未来生小孩的规划，他就说想要有一段自己的时光，然后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，再去生小孩。那您认同这个想法不？我认同啊。男孩子本身成熟的就晚，人家说这个缘分不强求，在没有之前你就好好享受，有了我们就好好处。那结婚生子也是你们商量。我说3个5个不管用啊，他不是我生啊，我就是要100个孙子。我儿子说，那妈我媳妇不想要，那我也得尊重我儿子意见，只要我儿子开心，那我就开心。光光刚聊到他对未来的构想，他就说在家庭的排序上，老婆是排在孩子前面的。我赞成。所以我老公就不会做这一点。所以我儿子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我非常赞成。后期是嘛？爸爸往后排，那我跟你岳母都排并行，是不是？我跟他们说了，你给妈买一个，给丈母娘买一个，给丈母娘买一个，别忘记给妈买一个。想得好具体啊，妈妈。是啊，那我也会生气的。那1碗水端平。以后我媳妇进家门啊，今天电视在这坐镇，我不让我儿子刷一个碗，我也不会让我媳妇刷个碗。睡到12点，我顶多会说你们明天中午想吃什么跟我说，哎，你们几点起来，我几点做饭，就这样。剩下的你们俩好了之后，我们这些附带的人都跟着幸福了。今天吵明天闹的，我可不想，因为我吵架可有经验了。挺好的，阿姨这段短视频传播一下。那其他阿姨们呢？对这个儿子的这个未来大致成家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他聊是聊过，我是说你什么时候？他说什么？那你求我呀。这么拽？你求我噻，你求我，你想找一个媳妇噻，你求我噻。哇，这句话跟那个太乙真人，你求我噻，你求我噻，你打我噻，你打我噻，你打我噻。那墩墩呢？跟墩墩有聊过吗？阿姨？我觉得
那是他的事情，他只要告诉我就好了。你俩就猜，每次回家的时候看一下眼神对一下，就这么猜，谈了没？没谈。哦，谈了是谈了。哦，谈了啊，这个都知道的。对，但是人生计划是他们自己的事情。他们承认说这是了，准备结婚了，我们就走。就是因为小时候要求那么严格，他现在的确也成功了，而且的确身上也掌握了这么多技能，而这些技能其实说实在，我们看上去就很羡慕的。所以你听到他讲那个说，还不是怕你打我的时候，你会心里会有点委屈吗？会觉得说这不都为了你好？那个时候不觉得委屈，那个时候我在想，我要有这个条件的时候，我首先学的比你还棒嘞。你说我现在吧，那我肯定是心疼的。就你想达到那个时候，你再怎么辛苦，你想去努力想去做的时候，一切我都不觉得。因为光光小时候的家境，我估计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困难的。对。然后包括我在想他的名字就是光，就是起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他是希望。对。就是你们其实是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多，就是要把他培养成才的这种愿望。我公公一夜没睡起的这个名字叫夏之光。哦。因为我也认识很多，比如说什么当年上了清华北大，就是鸡娃一路鸡出来很优秀的人，然后全都是当了父母以后就决定说我的孩子绝对不再鸡，我要散养，我要散养，我让他就是充分的享受我小时候没有享受过的自由。所以如果光光将来有一天他能够去践行他的这个理念，说他可以就是在孩子身上可以让他有更多的自由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需要去感谢，就是他自己在小时候曾经吃过那么多苦，就他曾经那些没有被实现的愿望，就是他现在能够去给出更多自由度的那个代价。今天这一期我们看下来，光光完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任务，我们也是很认真的在听取了他对于自己，不管是未来另一半的选择，然后未来人生到底如何规划的思考。这其实不光是光光在思考的问题，也可能是和他同龄的90后的、00后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。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自由度非常广，所以这个答案也有很多样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下一位小子的生活吧。王汉哲 Grilled fish makes me thirsty. This ice cream has 2 flavors, chocolate and strawberry. I'll order strawberry soda. And you? They have many drinks on this beverage menu. They have many drinks on this beverage menu. 对？喵。是谁？小狗尿在家里是会很愧疚的。是的。不，应该不是你啊，应该不是你。猫呢？哦，还有一只猫。还有两只猫。咕噜，人呢？我要气死了！不对呀，是不是你？喂，我还有5分钟吧，差不多。行，我就在我们小区门口。OK。这是在上海跟谁见面？这个帅气的身影，你已经认出来了，跟我高度相似的一张脸。回头，哦吼，太好了！哎，杨迪，这么大牌，见到偶像了。我喜欢。快，我搬家。迪哥今天这个 OOTD 有些真灵啊。你就感受一下我这箱子吧，因为我要出去工作20天。我会不会偶遇到杨迪啊？你在长沙就很容易偶遇到他。出去之前还要跟你耍一下。迪哥是拍完之后直接出差。小象，我跟你一起抬，你真的会崩溃，真的会崩溃。
你没崩溃吗？还可以。OK。我跟迪哥也认识比较早，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组局的人。今天我们爬庐山，好多人，能量太强了，迪哥。去年迪哥3山5岳计划的时候，就跟迪哥说想加入。我真的很认真在追那个他爬山的这个系列。爬山的那些视频里面，10几个朋友都出现了。啊，这是爬我们泰山，欢迎各位来爬泰山。但迪哥没喊我。我没上车。正好趁这次机会聚一下。我们俩第一次录那个节目就有点沉浸式哈，穿越吧，沉不沉浸？哎，我们就是那个节目认识的吧？是的，之前好像确实。之前我真的不认识你，对，没有遇到过。说到那个穿越吧，我又想起来，其实我只去1天，我跟你说过吗？突然之间哈，整个大常驻，我都傻了，也挺好的。我要是不录那个，其实也不认识你。也是。我们先去吃饭呗。好吃的吗？大众点评3.9分，应该是好吃的。来吧，你来点，我来点。你也是爱点菜的人是不是？控制狂啊？不是，是大家都不会点。我学习了如何点菜。我有朋友就是，我每次去都会就是选大家点的最多的，肯定不会踩雷。肯定啊，肯定啊。对。他非要点那种冷门的，巨难吃。比如我们在香港那家店叫牛腩王啊，对吧？我们说几个牛腩王，一个牛腩，你好，我要鱼丸粉，真的。然后后面就变成，我发现你们好会点菜嘞，真的想揍他。你们这里有个热销最高那个芋头鸡，是不是？还有吗？没有。他就这些哈，哦，他换菜单了，也换了，我们厨师也换，菜单也换了。厨师换菜单换了啊？香芋扣肉没有了，现在没有。推荐菜第1名没有了。真的？这个怎么没给我点呢？400多的这个。我来。够了。哎，我们点个喝的吧。嗯，你好，我们要一壶小青柑，有吗？茶呀。对啊，我们能喝茶啊，我长大了。上海菜。椒盐排条，这个有点像小酥肉，我以为。对，尝尝，开始点评人家的餐厅了。吃东西就得点评。你先说，别让我说话。还行吧，很方便做出来的菜。好高情商的发言。这个呢？这个你看这个样子呗，我尝尝，很虾哎，虾味很重，虾味，全是虾味。是凉菜吗？是凉菜吗？这是不是凉菜？温菜。温。肯定人家会觉得我们俩怪不得能玩到一起，好挑剔啊，2个人。但我其实真的对吃饭很在意。哎，我也是。你是不是？我出国只吃中餐都。那你太那个了吧？我一定是先吃他们吃点本地菜。对，当地最好吃什么，我就按照他们的吃法去吃。哎，你们之前录美食节目是很认真的去点评每一道菜吗？还是会客观一点。OK。因为老板在旁边站着。比如说这样一个东西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好吃，我就会喜欢的人会很喜欢。哇，怎么说呢？喜欢这个东西人一定会非常喜欢，对，因为很特别，它口感。你特别了解的。你自己去悟吧，然后这件事就自己去悟。差不多。我以前啊自己拍东西的时候，就是我想走一个那种真实的路线。不好意思吧，有的时候。我其实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然后我那段时间吃的那个东西，我觉得真的不好吃，我也就是直接说的。啊，到后来呢，发现有些人可能在那种营销号刷到我下面的评论，我知道这个男的说我们的这个不好吃，就会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。对，其实你应该说不符合你的调性，因为你从小接触到的应该是怎么样。是的，对吧？终于懂语言的迂回了吧？是的，还是不能太直接。看一下几点了
Go go go！ 开启我今年的第一座山。爬哪个山？上海有山吗？爬蛇山也好，你去过蛇山吗？我在上海没有爬过一座山。上海能找到一座山都很难。不是还有那个，你去了那个双子山吗？去了呀，我都去2次了。你去了2次啊？浦东第一高峰双子山，海拔4800，4800厘米。第一，我都不知道那儿有个双子山，是那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带我家里人在那边有个植物园什么的，就在挨着的。我们在那植物园逛的时候，我看远处，我说那怎么一个小土坡啊？我就往那儿走。最搞笑的那个双子山上去之前，旁边还有一个桶，登山杖自取处。哎呦，走着走着结束了，5分钟。5分钟。我们上次蛇山，我跟你讲，上次蛇山就是一个非常夸张的经历。那天约了谭丽、傅首尔这些人，反正就喊他们因为说要一起爬，结果他俩都没来。没来啊？你就多无语嘛，他俩没来就算了哈。来了一个汉克。傅首尔他们有一个群，他约了他那个人一起爬，他俩都没来，我跟汉克都不熟那个时候。我跟一个相对陌生人，我们在那儿爬，叫谭丽，中午到的。吃完烤肉以后，傅首尔终于登场了，他终于来了，下午晚上了都已经。首尔姐，你不知道他那个吗？跟我爬武功山那个吗？你看没看吗？我看了，我知道发生什么了。跑啊，他中途跑吧。中途跑。傅首尔是这样。原因是啥？每个山都会有一个好汉坡，好汉坡是那种最陡的，就很难爬的，还差5分钟就爬完了。我前脚刚走，他后脚就噼啪啪啪。真的跑了，而且是快马加鞭那种往山下跑。我疯了，我真疯了！我当时已经上头了，我整个人往山下冲，我把好汉坡又重新跑完了。他是整个 team 的 leader。对。通过那个事情，其实不同的朋友应该玩不同的事儿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就是你当挂件可以，要么就当挂件，然后又捧场。你要让付出的人有一些价值收获，所以那种跑了的人，我耿耿于怀。这个真的有点夸张，皮哥翻不过去了这个事儿。哎，所以是你前年爬完蛇山之后开始就是去各个地方爬山吗？其实爬蛇山没有让我觉得爬山有多么的爽，因为它太矮了。我爬山不是去年嘛，本来就看那个《笑傲江湖》金庸先生的小说嘛，5岳剑派。对。然后24年有一个节目，我们仨就是魏大勋他们录的那个节目，他们录的是那个衡阳。他们的前一天，他们去爬了衡山。我去的时候，他们就爬完衡山了。我就当时就埋下一个种子，很想去爬一下衡山。25年就真的就开始爬，全部爬完了。全爬完了。我10月份爬完的泰山嘛。哇，3山5岳。那你觉得最难爬的是哪个？嵩山。嵩山在哪里啊？那个河南。哎，我还挺佩服你的。其实我当时爬完泰山之后，我其实就感觉爬山挺有瘾的。我就一直想着说是去别的山尝试一下。爬泰山登顶那一刻，我眼泪一下出来了，就感觉这个里程碑达到了。哎，那个峨眉山你爬了吗？爬了。有眼不识泰山，没好腿别爬峨眉。我给他定的调。峨眉山很猛。行，今天先把今年第一座我的山爬了。可以，蛇山还是有点小的难度，99。有难度吗？对你来说，你感受还是会累，稍微喘一下呀。那不可能喘的。哦，这个就是蛇山吗？哎，东西蛇山，对，这还是国家森林公园呢，有一点高度。挺山的。那边那个有一个天文台，你看，其实上面还挺好看的。西式的建筑。今天来蛇山感受一下啊。今天来着了，这个天气，还有点太阳。今天这个天气是真好，真挺好的。在上海真是好天气了。我们现在是在东蛇山。对，东蛇山，准备开始爬升了。哇，久违的攀爬。跟你合拍呀！阿姨认识我吗？阿姨。认识你啊。阿姨你也打游戏。有没有可能是把他认成了小齐？阿姨，你认识我？我是谁？阿姨，这懵。阿姨，你女儿认识我吧？阿姨，谁帮你拍？阿姨，谁拍了？我儿子在拍。你儿子？哦，儿子认识了。阿姨，你是不是拽？你想拽谁？哦，拽错人了。他儿子远远的这样是。
阿姨都认错人了，阿姨。我们俩走在一起，确实他更像明星一点。一起，我们一起啊，一起，你们一起。笑死人呀！逗。阿姨那一下子给我整懵了。不是，挺有效果的。是挺有效果。神还原。哎，你说杨迪他妈怎么这么棒，生出这么好笑的孩子？太逗了，太搞笑了。这个蛇山上来就整这么多楼梯啊！好汉坡，来就先给你陡坡。368级台阶的观景台，白石山亭，走过去看一下，我还带了点。哎呦，哎，还有这种，你要吃哪种？还有山楂棒。哎，我吃这个吧，这个拿着，你都揣着吧。这个好吃。我有很活。啥呀？再往上爬一点，我给你看。很活。行，期待一下。蛇山确实还可以，挺好的。出来散散心，晒晒太阳，也勾起了我的兴趣。我回去也爬一下。哪天天气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蛇山、双子山。爬山最好的一点就是，你告诉自己，只要坚持，它一定会有结果，就到顶，就这点比较爽。这过程还比较快。哎呦，开始有点喘了哈，有点累了。那不可能喘的。都是台阶。你这个腿力是现在可以哦，挺舒服的，走吧走吧，很爽，往前走，很爽。我没有想到我还能2刷蛇山，2刷。我2026先把那个上海拉爆，一把就爆。我这个体力看起来行不行了？不行了，我现在真的是有点喘。脆皮青年。这个山确实99米还是有点难度，有点了哈。不会到顶了吧？快了。看着高呢。登顶了，不得不说挺快的，没有岳麓山高。岳麓山还是有点难上去的，1个多小时吧，爬下来。那是我们停车场吗？那是刚刚那个地方呀。对，刚才那儿。走了那么远吗？好能走啊！哦，放大招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看一下你带了什么。眼睛都震惊。里面不会是你昨天晚上熬煮的粥什么的吧？我也不知道还暖不暖。不会是一些爱吧？是啥？哇！我没想到这么多人在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没事儿，你也一人一个碗。枸杞不是喝的啊？是啥呀？很活。你没看见？啥东西？主要是没有人这样放。没有人这样放。什么东西啊？不是水果吧？完了，卡死！哎，为什么他们5个完全在一起啊？啊？5个完全在一起？汤圆？只能闻其香味儿。卡死了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我来掏。可以，你先把它拎出来吧。热的，温热。哦，那还行。当当，包子，小笼包。为什么要拿这个吧？要保温。这双筷子很可疑哦。哎呦，拿那个筷子。迪哥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保温杯里掏包子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哇，好吃的，干净又卫生。这好吃啊！这个确实挺惊喜的，就出来就是要带这种东西。这确实挺惊喜的。你看，都不是对味道的偏，是对这个氛围感。对，山顶吃的东西总比山下好吃。对，走下山。你那个时候最早发视频优酷哈，12年优酷。优酷。好的，各位，这里是由中国 boy 为您带来的娱乐视频解说。
我比你更早。我想想，我最早发视频05年发的，2005年。你那个时候拍啥内容啊？对嘴，对嘴，瞎对嘴玩，枪足双煞嘛。啊，我知道。所以我枪足小煞。因为那个时候最火就那个后摄男生，那你才是最早的网红呀，巨早。那你那个时候的工作是啥呀？编导啊，我先是电视台编导嘛。哦，没有，我很快就当艺人了。真的，08年大学毕业嘛。09年拍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一片渺茫，拍，09年开始拍。然后那些电视台就开始在网上搜罗各种奇人异事，就录那种冲关类的节目，所以枪足小煞，冲，枪足小煞，枪足小煞，好瘦啊，迪哥那时候。就是那个时候同事拍视频的同时去冲关嘛，我就觉得去年学到一个词儿嘛，持续交卷。就很多人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个东西做了可能数据不好，那个东西我要不要不做这个？最重要的是交卷，把它交出去。就是交卷它就会有成绩，你交都不交就没有人看到，所以我就后来发现我后续的所有事情都是因为我前面都做了，我做了这个视频，这个网站才找到我，然后网站找到我，他们有活动又找我参加比赛，比赛完了以后又有别的人看到我这个视频，让我去参加达人秀，达人秀完事儿。又是快乐大本营有看到，大本营看到的那个周星驰先生又看到我大本营的视频，就是所有事情都是，它其实有一点蝴蝶效应。对。哎，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心态是这样的，就是啥活你都不拒绝。对，弄美食节目，问我会不会做饭，会，完全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但是我想一个录那种节目，做饭不就是最多做3个菜吗？我就专门学了3个菜。对，先硬下来再去恶补，我都是这样搞的。我觉得我现在干那么多事儿，我觉得就跟你有一点很像，就是啥事儿我都接。对，接了以后。只要开始做，它都会有一定的收获。是，因为不管是最后的结果，还是中间的过程，它都是收获。很少见到迪哥这么认真的聊事情哈，认真的分享这样的经验。对，我好多朋友，他们其实可能跟我有差不多的机会，但是大家的顾虑会很多，在想这个，哎，对我有没有帮助啊？对，对我这个有没有就是事业上的这个成就啊？我以前有这种心态。我现在的心态就是说，哎，反正机会这么多，反正人生就是要多多尝试。对，来体验的嘛。对，不是真的不知道，就害怕你不开始。哎，对，不能拖。对，也不能老光想。但他们俩是有点惺惺相惜。所以你那个时候一来上海就算是稳住脚跟，还是也在打磨？是这样，打拼当中。我来上海带了我就是高中积攒的所有的积蓄，然后就来了。因为跟上海的朋友当时就合租了一个房子嘛，其实压力也不大。还有一个点是因为那个时候直播不是很火吗？我刚满18岁，就有一个平台飞到我们老家去找我签约，就等你到18岁那天是吧？对，就签这个直播。生日当天吗？刚吹完蜡烛。当 hello， 接得那么紧，然后就签了。然后就来上海，但是那段时间其实根本管不了这么多。你知道我那天那段时间是这样。睁了眼，就是拍视频拍完视频之后就自己剪了之后，因为我那个时候的更新习惯是每天更新，因为你知道剪这个东西还要找时间很累的。对，在这个前提下，我还要每个月直播90个小时，我觉得好辛苦。但那个时候年轻，你觉得这就是你的工作，而且还能对。其实最重要一点是，完全不靠家里养活自己，你就会觉得很疏越，会有。对吧？想想还是挺可怜的。但你一开始数据各方面都还不错哈。不是的，最早发视频那个时候没有订阅呀，也没有说是推荐，全是编辑来挑你的稿子。我每更新一个视频，我就会给那个编辑发个邮件，都没有 QQ 好友跟微信好友，我就一直发，至少发了有个半年。然后突然那个编辑把我一个视频放到了首页上面啊。以前一期视频发出去几百播放量，然后那次10万，哇！跟他们有联系了之后，编辑就会看到你的内容嘛，他就一直给你推啊，然后做了几年游戏视频之后，然后我就开始先露脸，就让大家认识我，然后大家对我感兴趣之后，我又开始再去做了一些什么生活的挑战类的视频。15年的时候就吃了那个鲱鱼罐头，哇，好吃的！哎呦！妈呀，根本就不好买。对，因为那些都是，哇，我们接触到都好后面了。
我是让我在国外的朋友买了之后转寄了3个月，寄到家里面，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长什么样子。你打开那一刻，你都不知道是本来这个味儿，还是因为3个月臭了。对啊，那个罐里都鼓包了。那就是坏了呀 ，boy。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各种事情都在尝试，还有冰桶挑战。然后再到后来就是认识了很多做内容的朋友，大家就一起联动啊、拍呀、然后就是后面机会就变多了。这里找你一下上一下节目，对吧？那里找你一下做一个主持。我说行，好，没问题。想干就给他干，对吧？管他干成对就弄。因为以前其实也会有什么数据焦虑，或者说内容焦虑。我现在就是秉持了一个开心就好。对的哦，所有的东西是我愿意去尝试的，然后我去做了，这个过程我满意、开心了就可以。对。跟着娱乐圈著名登山家杨迪老师，著名 hiker。对对对，迪哥这个3山5岳的计划，好多观众都特别喜欢，大家都追了视频，而且当时你好像专门报过名。哦，对，因为迪哥问我，约了我几次，我都完全错开了时间，所以很遗憾没去成。我后悔，我们认识太晚了。你当时去不了，应该推给我。我真的后悔，是真的。没事，他明年还要爬呢。如果你真没有时间的话，我给你代劳。啊，也可以一起。我会站得远远的就行了。我很开心啊！不是，我怎么感觉我脸红了？我不是暗恋啊，我就觉得太突然了，这个。喜欢杨迪老师，对我很喜欢。一想到爬山，哎呀，开心的不得了。我会不会说，杨迪老师？你等等我，我有点累了，可以拉我一下吗？阿姨，那如果那个光光也去的话，你累了，你想让迪哥拉还是光光拉？表情骤变。你表情变得也太快了吧！那我儿子，我随时想拉就拉。那杨老师不是我想拉就拉上的。哎。看他们下山过程当中，哇，真的是和我们很多时候见到迪哥在节目里面聊的会不一样。对，就是没有出梗，很认真的在回顾一下他们走过的来时路。那时候家里人也知道他在捣鼓这些东西，知道他有时候过年呐，每天都要做视频，每天都要更新，可能也喜欢这个，他喜欢做这个，然后说过年回不回来呀？没时间。赶不及，都是这个样子啊。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都是在项目上，他一般是处于没人管的状态。野蛮生长，没有生长坏，我已经是阿弥陀佛了。真是，他还挣钱呢。他挣的不少嘞。哎，挣的不少嘞。有公司来老家签约，他这个事情，家里人当时是什么态度啊？他这些可能当时都没有说的，后来我们才知道。我天，那就完全自己做决定，自己做决定。你想想，那个时候的确正好是直播兴起的一个年代，但是他的身边的人其实是非常支持的，因为我跟汉哲，我专门问过他这件事情。他的第一台电脑是他的老师带着他们去看电脑的时候，他看中了之后，老师说让我出钱给你买这个。哇！他抱着电脑回去之后，汉哲爸爸就把那个钱还是要给到老师了。来上海工作这件事情。他跟这些老师聊完之后，这老师们都支持。哇，这个学校确实是很不一般的。对，所以就是你看，他就是内心和物质上面，他都能收获到这种正反馈，然后让他才走上今天这个道路，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。大家应该都有在某一些时期跟拍过一些热门视频吧？我记得15、16年的时候很热衷于干这个事情。你干过哈？干了好多。那让我们今天来看看大家在各个时期跟拍过的一些热门视频，羞耻一下吧。哦。哇，这好正经！哇，耳根红了。红了，完全红了。节目里很多人看了我这一期的唱跳之后，对我的唱跳能力表示了高度的赞赏。
懂我的感受吗？还有这一趴。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红温。哇！啊，这个其实，这其实还有这其实是去年在录的一个什么宣传啊？这个哇！啊，刀马！哎呀，这小齐是帅的。不是，内心是喜欢玩这种抽象的。感觉只有咱们俩那有点社死，恶心哈。不是，这个真的是一下子就回忆到了互联网追忆的时代。感觉汉哲他们早期做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。就像刚刚汉哲有提，自己得自己推荐自己哈。哇，而且那个推荐其实是一件持续的半年。在我觉得说你没有收到任何反馈的情况下，让我无比佩服的一件事情，用电子邮件，然后直接把自己的内容每一期发给编辑。这件事情坚持下来，我就真的佩服他的性格。他不成功谁成功啊？成功的人就是这样，就是锲而不舍的坚持下去，量变总会有质变。我觉得其实汉哲他厉害的地方还不在于只是坚持，给同一个人不停的发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他除了坚持以外，他还需要去忽略掉说，我持续的发有可能会，比如说对那个人来说他会怎么想我，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用，我就去做。至于说别人怎么看我，我觉得他是置之度外的，这个其实真的很了不起。好，那么看完咱们汉哲这次的佘山之行之后，我们看看下一位小子。精彩再升级，第2期如约上线，天天有看点，周间更有精彩花絮不定时掉落，锁定小子们的成长日常，欢乐不打烊。3月8日、3月9日周日、周一中午12点 EP02 双更，3月10日周二中午12点加更第2期上线，3月11日至3月13日周3至周五中午12点，小子的未播花絮上线，3月14日周6中午12点，小子的生活日记上线，3月15日、3月16日周日、周一中午12点 EP03 双更，3月17日周二中午12点加更第3期上线，好好去生活吧，我家那小子呀！加入有超多福利的超品俱乐部，直通节目现场，抢看热门剧综，超多权益！上芒果 TV 搜超品俱乐部，芒果离你更近一步。升级会员，解锁更多专属活动与福利 ，V9更有专属权益。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，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，大屏4K 更清晰。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，解锁独家花絮，放送更多小子超级内容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“我家那小子”，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。上微博带话题“我家那小子”发博讨论，和微博网友一起分享成长感悟。内容合作平台：小红书；短视频合作平台：快手。特别合作：前程无忧 YY 直播、途家民宿、婚礼季、百度网盘、闪送、讯飞输入法、映客直播、网易小蜜蜂。